一些国家为了赢得竞争优势，动用国家机器，霸占金融科技资源，违背市场规则和经济规律，大打关税战、贸易战、科技战、芯片战、规则战，企图压制和剥夺对方发展的权利，这是不正当的，也是见不得阳光的。封上别人的门，也将堵死自己的路。在年度特别演讲中，谢峰表示，开放是双向的，不能一边要求别人开放，一边关上自己的大门，这种做法自相矛盾，损人不利己。竞争应该是公平的、合理的，是你追我赶，而不是你死我活。谢峰说，开放是共赢的，打开大门的中国和张开怀抱的世界都从中获益良多。2013年至2021年，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8.6%，超过7国集团贡献率的总和。谢峰说，近期中国因时因势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政策，进一步打开开放大门，不仅为中国经济企稳回升铺平道路，也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新的动能，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。中国在疫情严重时加强管控，一些国家要求中国开放。现在中国开放人员往来后，他们反而对中国无理设限，中国老百姓对此很不理解，很有意见。这些国家到底想干什么？对于那些不顾科学事实、大搞政治操弄、对华采取歧视性措施的国家，我们开展对等反制，理所当然。今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10周年。谢峰强调，10年来，这一理念受到越来越广泛的欢迎和响应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空泛理念，而是丰富实践；不是单打独斗，而是共商共建；不会一蹴而就，而需持续推进。各国都有发展权，大家好才是真的好。世界是多彩的，民主不可能只有一种模式。世界上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。无论是文明冲突论还是历史终结论，都不符合时代潮流。思想根子还是唯我独尊，党同伐异。谢峰说，中美怎么办？世界都在看。无论是从中美建交44年来发展历程的纵坐标看，还是当前世界100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横坐标看，都应该本着对历史、对世界、对人民负责的态度，找到造福两国、惠及世界的正确相处之道。相互尊重是中美交往互动的前提，和平共处是中美必须坚守的底线，合作共赢是双方应当争取的目标。中美冲突对抗，无论是冷战、热战，还是贸易战、科技战，最终将损害中美两国和世界各国利益。把中国定义为最重大的地缘政治威胁，搞针对中国的小圈子，效仿当年遏制前苏联那一套来打压中国，通过印太战略等地缘政治来围堵中国，注定是徒劳的。外交部副部长谢峰在今天的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了主旨演讲。我注意到，在30分钟的演讲当中，谢峰是从经济、安全、文化等多领域出发，多次点到了合作这一词。谢峰谈到，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自面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，要破解困局，就需要全球行动、全球应对、全球合作。那值得一提的是，中美关系是在谢峰的演讲当中占据了较大的篇幅。他引用了一句“环球同此凉热”来点出中美合作的必要性。此外，我在现场还了解到，整场论坛都是全程进行在线的直播，国际友人同样是能够观看到直播的内容。那相信外界也能很好的听见来自中国的声音。外交部官网显示，谢峰是部党委委员、副部长。他于1986年进入外交部工作，对美工作经验丰富。1993年至2014年间，谢峰一直从事对美外交工作，职务在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和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之间转换，担任过驻美使馆公使、北美大洋洲司司长等职。2017年，谢峰成为第6任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。2019年11月，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涉港法案，企图插手香港事务。谢峰鲜有的以中国外交部驻港代表身份召见美国驻港总领事史默克，
批评美国有关政客逆时代潮流而动，为捞取个人政治资本，假人权、民主、自由之名，行混淆是非、颠倒黑白之实，支持黑衣暴徒违法行凶。2021年1月13号，奉调回京任职外交部副部长，分管政策规划、美大和拉美地区事务以及翻译工作。近年来，谢峰多次出现在中美重大外交事务的新闻中。2021年7月26号，谢峰在天津与来华访问的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举行会谈。他当时批评美方既要坏事做绝，还想好处占尽，在网上刷屏。他当时还当面指出，美方提出的对华竞争、合作、对抗政策3分法，就是遏制打压中国的障眼法。对抗遏制是本质，合作是权宜之计，竞争是话语陷阱。